纳坦雅胡根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他早就该下18层地狱了。你美国沦落到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明明谈判就已经要快谈出个结果了，结果你莫名其妙的就突袭别人。伊朗发动大规模示威，其实美国当然知道这些人上了街头之后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是他们仍然不断的去鼓动哦。其实这是美国颠覆一个国家政权最标准的 SOP。香港的这个雨伞花学运呢，背后也是 CIA 的影子。关键问题是，美国现在的民众也不笨啊，所以你看到现在美国的民意的反战的声浪是非常高的，甚至你现在看到他的副总统 JD Vance 几乎也没有出现在川普身边了。好，到底是谁在操控战争呢？今天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他的反恐高官曝说，总统是被以色列给骗了，所以才会陷入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战争。那另外一方面，川普最近也出来喊话，他说呢，其实啊，前总统他支持我动武，结果呢，这一番话出来之后，前总统过去的4任都说，我们完全没有跟川普通过任何的话。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川普被打脸吗？再来，我们就会关心的纳坦雅胡被指拿人命来逼出这一场美伊战争，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的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现在进入到第18天了，战争持续的焦灼。这时候，美国这位很重要的高官突然出来放话哦，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他是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他说他决定要辞职了，为什么呢？我无法昧着良心支持对伊朗战争这一场伊朗战争，美国并没有构成，伊朗并没有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打这一场战争。他还接着说，他说美国政府啊根本是遭到以色列跟其他的游说团体蒙蔽跟欺骗，所以才去打这一场战争。他为什么重要？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小档案。卡特曾经出生在特种部队绿扁帽，多次在前线作战，而他的妻子其实他在过往他的伴侣身上有一个很令人难过的故事。他的妻子叫做香农，是美国的海军士官长。当时2019年的时候，他是被派驻在叙利亚这边，结果当时他在一间餐厅的时候，遭到当地的自杀炸弹客给不幸炸死了，享年只有35岁而已。好，这个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段故事，所以大家也特别在关注卡尼这个人说的这些话具有他的重量性。那针对于卡尼说他要辞职呢，川普立刻说了，他说这是好事啊，因为呢卡尼他在安全议题上其实一直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敏感的时机，我们来看到《华盛顿邮报》却在此时做了一个爆料。他说呢，有一份是来自于国务院的电报显示，当时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一场战争爆发之前，伊朗的民众曾经多次的走上街头去示威，反政府示威。他说呢，以色列当时也公开催民众去起义，但是另外一头，以色列也悄悄的告诉美国的外交官说，如果伊朗的示威者他们上街的话，是会被屠杀的。换句话说，纳坦雅胡明知道伊朗示威民众会有生命的威胁，但仍然是鼓吹民众上街头。针对于这些争议，包括了这个针对于纳坦雅胡的情报，《华盛顿邮报》给的这个报道，还有肯尼辞职的这几件事情，委员怎么看？美国是否正在被操控，介入到这场战争当中呢？美国当然被以色列操控啊！美国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人物就受到了以色列或者是这个以色列极端分子的这些游说团体的影响嘛，所以这一点都不意外哦。那么就像刚才这个孝伟哥说的嘛，是狗摇尾巴这种事情，其实过去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哦。就只要这尾巴咬狗的事情，过去发生太多了，只要尾巴摇一摇，那个狗就跟着动了啊。那么其实坦白讲哦，就是在当时这个伊朗发动大规模示威群众抗议的时候，其实就不难让大家看到说 CIA 在跟摩萨德在里头所扮演的角色了哦。就是其实这是美国颠覆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最标准的 SOP 啦。就是第一步，他动员了他长期埋藏在这些国家的这些隐藏的细胞跟种子，然后呢开始发动全国的大示威或者是学生运动，然后开始推翻当前的政权哦，然后取得所谓的叫做 regime change， 就是政权替换，然后达到这个重新产生一个亲美政权的目的。这个美国过去这几十年来在全世界玩一样的把戏啊。这个香港的这个雨伞花学运呢，背后也是 CIA 的影子，这是一模一样的事啊。
但是当在玩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美国当然知道，不要说纳坦雅胡了，我相信 CIA 或者是美国自己的相关人士也知道，这些人现在在伊朗，他不是在别的地方，这些人上了街头之后，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是他们仍然不断的去鼓动哦，而且不要说纳坦雅胡干这件事，川普也在干，川普不断的在喊，说我们很快就会来了，我们会放心吧，上街头吧，这个时候是推翻的好机会了。他们完全把伊朗的人命不当人命的，所以我说其实。纳坦雅胡根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他早就该下18层地狱了。所以你说现在去批评纳坦雅胡没有意义，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美国怎么会低级沦落到这种地步啊？你沦落到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哦，然后为以色列的这个知命侍从，所以他们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啊，叫做以色列至上主义啊。说美国现在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以色列至上主义，只要以色列要做的事情，他们都尽其一切的努力达成，因为他们背后的金主可能都是来自于这个有钱的这些犹太的这些金主。但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关键问题是美国现在的民众也不笨啊。当时川普所说要发动这场战争，说伊朗对我们有立即的危险，那这个危险到底是什么？说伊朗马上要生成这个核弹了，这个 IAEA 说这个大概还要10年到20年，那你10年跟20年之后你再打它不就好了吗？第三，明明谈判就已经要谈到快谈出个结果了，阿曼的这个负责谈判的代表都说伊朗已经愿意做出让步了，结果你莫名其妙的就突袭别人了，这些东西都完全不具有正当性。但你更不要讲说这场战争你没有通过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当然，也许川普早就不把联合国当件事了。你有没有召会过你的盟邦？你也没召会过你的盟邦。然后在这场战争当中，你美国的战斧飞弹就把人家那个小学莫名其妙就给炸了，170几个女同学就这样阵亡了，就这样牺牲了，你就违反了战争罪哎。所以你说他又违反了国际法，又违反了战争罪，美国人好歹也是有血有肉有心的吧？他们长期以来自视为他们代表世界正义的代表。可是在这场战争里，他们完全看不到任何正义的立足点在那里，所以你看到现在美国的民意的反战的声浪是非常高的，在还没打之前就已经70%说反战了，打了之后更严重。那你更不要讲川普自己的决策圈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说，这个国家这个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还除此之外呢，你这个福斯电台的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叫做 Tucker Carlson， 是最有名的右派的。这个非常知名的，而且影响力非常大的主持人，最近也跟川普扯破脸了。对于所有 MAGA 的支持者来说，川普错估了一件事：这些人不是对川普的个人崇拜，而是这些人对川普当时所提出来的集中发展美国，让美国再度伟大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是强烈的支持的，可是当他们今天看到川普背离了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 Tucker Carlson 也好，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肯特也好，甚至你现在看到他的副总统 JD Vance 几乎也没有出现在川普身边了。对，所以川普除了基层的民众有了问题，他其实高层的决策圈也已经产生分裂了。但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川普也许很想要走出这个泥淖，可是很可惜，在以色列跟伊朗都准备要打到底的情况之下，他现在大概很难抽出来了。对，好，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包括了除了有60%的美国民众反对美国用武力持续的攻打伊朗之外，还包括了自己共和党内部的 MAGA， 还有呢肯特都已经对于川普表达不支持了。那在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况下，川普16号他又再次声了，他说呢，有前总统是叫他要出手打伊朗的。但是我们看到最新消息，4位画面上看到的这几位总统都说，我们根本没有跟川普有过谈话呀。那这4位包括了拜登、奥巴马、小布希、克林顿。都已经否认到底了，川普在说谎吗？好，再来就是关心到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个川普不是说要其他的国家一起去护航吗？他的好朋友们去护航，结果呢大家都拒绝。那最新是日韩，针对日韩他又痛批说，我们保护了你40年哦，结果你连这一点小忙也不帮我们吗？这是来自于川普的说法。那日本呢？难道是扛不住来自于这个美国的压力了吗？高市早苗他现在也说呢，虽然说法律上面有不合法的问题，但是他要寻求看能不能合法的派兵来帮助美国。所以呢，如果可以行的话，他可能会派自卫队来帮忙做像是扫雷、护航、情报收集的动作。干哥怎么看？先来看这4位总统都否认说有要川普出兵，怎么看？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思敏，你觉得哪一个最有可能？拜登不可能嘛，对不对？拜登跟他根本就仇人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人就影射是克林顿。可是我跟你讲，没有人比川普自己讲的来的活灵活现。他说：“你知道吗？这位前总统很支持我，
我说句实在话，这位前总统也是我川普最喜欢的前总统。可是基于他的党派，这样大家就听出来了啊，可能跟他不同党啊。可是他不能够，但是他私底下有讲说他其实是支持我的，对，他也喜欢我，而且他跟我讲一句，我真恨不得我在任的时候就对伊朗干这种事情。所以你知道他讲的，他变成一个故事，你听起来是有逻辑性的，你知道，讲的活灵活现。可是最重要的是说，没有人能够承认，也没人能够答应。然后他说：“你不相信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知道吗？这位前总统他身边啊都有川普失心疯症候群。”讲出这一句就代表什么？讲出就代表说他的故事是很可信的。可是你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的白宫周遭，没有人敢承认这件事情，也没有人去附和他的话。所以川普一向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舞台，你知道，他是一个人的武林，他只要演的都让你觉得很像。可是面对自己人背叛，你要怎么办呢？这个人叫肯特，肯特是谁？肯特他是国家啊，就是说他是情报的这个反恐中心主任。这个人的血统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11次派驻伊拉克，我跟你讲，能够去伊拉克3次，或者活着回来啊，就不简单了。当然，他前3次他就是一个兵啊，其实他就是一个士官了。那慢慢逐步的擢升之后，他总共派驻伊拉克11次，他最后的任务几乎是 CIA 的特殊任务了，所以他也在 CIA 干过，所以他对 CIA 非常了解，非常理解。他是纯粹的 MAGA 的支持者。可是肯特，这个肯特，他到最后他能够说，我不知道我们要送美国的下一代子弟上前线去白白送死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是反恐情报中心主任，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伊朗绝对不是美国安全的首要任务。所以他其实讲了这些话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最纯粹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而且他在2022跟20242次竞选参议员，虽然都失败，可是川普都有帮他。那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川普的心腹了嘛？但是他就是讲了这些话之后，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打伊朗，我对于我的良心我不能说得过去，因此我辞职。”所以他讲了这些话之后，他就是准备要辞职的。结果你知道，内布拉斯加那个支持川普最力的那个众议员叫培根的，他说：“那走得好，你就是要在走之前讲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可是说一句实在话，像肯特这种，他虽然就嘴巴没有讲出不三不四的话，可是他们心里就像委员讲的，就是说他们其实要支持的是要让美国这整个体系国家再强起来，而不是你川普的个人，你想要对谁用兵就用兵。所以你知道肯特他是一个面镜子，他照着让大家都发现说，哦，原来你身边的人都有这样的人潜伏的，不要说潜伏啊，就说不满已久。可见得川普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之中，跟这些幕僚有没有很深的这些理解跟建立一样的思考跟逻辑架构？那其实是没有的，都出于他个人一时的这个情绪反应，或者是他自己的喜好。所以说我讲句实在话，我对于肯特这样讲完全不觉得意外，只是说后面接替他的人就必须要完全听命于他了。那到时候可能他的意志会更加的发扬。可是他真的能够从伊拉克的这一场就伊朗的这场战争里面，他能够全身而退吗？我觉得越走越深，而且4到6个礼拜要能结束，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看不出来，可能没有办法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好，现在看起来肯特是连美国川普自己内部的高官都不挺他了。那川普的盟友呢，会不会在川普的施压之下继续的力挺川普到底呢？我们就是看到的是日本了，高市早苗现在希望能够突破法律的限制，能不能真的派出日本的这个自卫队来去帮助美国护航呢？那为什么高市早苗要这样做？跟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关系吗？还是真的考虑到国际现实？孝瑋哥怎么看？
其实如果说当然，高市如果希望能够派自卫队的话，一定是希望借由这样的程度，让他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安全连结更深嘛。因为其实，或许我们看这个时候高市如此做，似乎有这个钓鱼沽名，或者说想要跟美国站队之嫌。但是你也不能不否认，就是说从北韩，也就是朝鲜，这个前天又对这个日本海、东海射了一堆飞弹。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非常怕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日本在川普已经亲口说了，因为其实川普之前都要求日本跟韩国派出军舰来加入这个波湾护航任务能够让荷姆兹海峡能够早日开通但日本跟这个韩国一直在问那个踌躇的问题，就是他们找不出法源依据嘛。因为其实依照现在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法，那日本他们的确虽然说已经能够从有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只有集体自卫权也是必须要在这个日本周边美国可能跟这个侵略日本的国家，或是跟美国在日本周边进入战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集体自卫权解禁，他们能够协助美国。但问题是现在已经七老八远跑到波斯湾去了。那你说上一次那个什么这个第二次波湾战争的时候，日本有没有单独派遣这个自卫队到中东地区去帮美国？是有的，但因为当时的情况跟现在这个情况又不一样，所以就变成说是他们必须要找出那个在法律上能够支持日本派出自卫队的法源依据嘛。因为如果说今天那个像以日本他们上次派，他也并不是参与所谓的战斗任务，而是他是等于说应美国之邀，然后派遣日本的这个地面部队，就陆上自卫队到伊拉克境内去执行安保，就是和平维护的这样一个任务。他不是说跳去那边，然后直接要跟这个伊拉克民兵打仗，兵兵乓乓，不是他是担任这种安保和平维护的这种工作。那你说现在的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今天去，那日本的自卫队有可能直接跟这个伊朗的那个部队进入那个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日本现在的法律所允许的？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是高市早苗必须要找出有法律依据的这个原因嘛。今天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不管是民主或是任何的这样一个国家，他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定要法律依据，法律依据非常重要。所以对于高市来说，他要能够找到足够支持他派兵的法律依据，他才能派兵。否则的话，他如果万一碰到国内那个国会中去质疑的声音，或甚至去弹劾他怎么办？对。好，我们现在要来特别关心到是这一场战事，现在在白宫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尤其我们先来看到副总统范斯被曝他是不愿意卷入这一场长期的战争当中的，所以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跟川普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此刻呢，有一个人认为说，美国你应该要赶快宣布胜利，在这个时候找个借口赶快下车吧。他主张的就是要降低冲突的高官，就是美国的 AI 沙皇萨克斯了。好，除了萨克斯这一次公开来成为这个美国内部高官第一个出来呼吁赶快结束战争的之外，我们要来看到 CNN 也说了，他们认为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川普是很难宣告胜利的，原因有非常多。我们先来看到其中几个。他说，荷姆兹海峡的危机一直在发酵，你美军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而且你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伊朗的政权也没有崩溃啊，而且核问题到现在还是持续的，伊朗国内也没有掀起所谓的革命或者是内乱，国民的民族意识反而变得更团结。再来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了，现在明显的两个人的战略目标已经不一样了。美国再来就是国内的政治压力不断的升高，尤其美国民众现在也都是反战的，因为他们认为通膨跟伤亡对美国非常的不利。赶快来看到英国智库怎么说。他说，美国目前的战略正在重蹈覆辙当年1990到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路线，即使在军事上面是落败的，经济也受挫，但是原本的政权到现在经过重组，仍然他们是可以继续稳坐统治地位的，并不会受到影响。金融时报是这样说的，美军在伊朗的冲突当中，短短时间内消耗掉了数年份的关键军事库存，美国的海军未来几年都会感受到这一次消耗带来的后遗症，尤其是战斧巡弋飞弹是目前为止消耗最严重的一款武器。以色列的方面也亮起了红灯，拦截飞弹库存已经降到了极低的水准，美国跟以色列都可能面临的是弹药的压力。来自于前 CIA 资深分析师，他就做了一个很严重的示警，他说如果战争再持续，对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可能会动用他的核武器。等一下我们也要请来宾
特别帮我们关注以色列会不会最终真的动了核武器。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个美国的 AI 白宫沙皇，他提出来对于川普的这个退场机制，川普现在目前的胜算是不是一直在降低当中？杨老师怎么看？你知道从战争到现在哈，媒体的报道在白宫里面有3股力量，一个就是这个 AI 沙皇萨克斯啊，甚至他的白宫幕僚长以及副总统范斯，其实是反对这场战争继续再打下去。另外一个呢是几个参议员，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播客哈，其实是强力支持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还有一个就是 MAGA 的这个代表，那比较模糊。这里显现什么？川普自己犹豫不决，他其实让这些人不断的在对外的讲话。这个白宫沙皇萨克斯，他是在一个这个 podcast 里面谈到的，后来财新杂志 Fortune 把它给登出来。他觉得现在这个战争这个关键点，因为已经开始在派海军陆战队，会不会接下来会战争扩大变地面战争，或者是继续的轰炸？那他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3个发展哈。第一个是双方可能都会相互的攻击石油设施，这个时候科姆兹海峡已经不重要了。第二个是整个波斯湾地区的海水淡化设备可能会被攻击，这个会造成波斯湾海湾国家哈，大概大多数国家50%到70%它的饮用水都是海水淡化设施。第3个呢，他就担心刚刚提到的以色列可能最后会使用核武。所以他就希望赶快趁好就收，这个时候你就宣布胜利，你就停止攻击，然后呢，伊朗他可能会再表态一下，进入到一个冷和的状态。这个是我觉得代表萨克斯、万斯他们现在所希望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走向。看起来，伊朗也就是说，川普还没有决定，因为他会让这些言论不断的在外面去在谈，而且媒体会在报道。否则的话，川普应该自己很清楚他自己的方向的，然后呢，他也没有去制止这些言论的这种竞争、相互的这个表态，所以显现出这个战争其实一直还是不断的在随着一些因素在变化。那我是觉得也的的确确，他这些变化可能自己本身要了解到，它的变化不是你自己掌控，因为可能伊朗也会反应，伊朗也会回击，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件，一个飞弹万一这个掉落的打得不准，打到了和这个比如说能源设施巴林的，那这个就相互还击，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比较就是难以预测。所以这个战争现在的发展，你看到从战场上到白宫啊，都是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种竞合的主张。好，那如果我们以纯是军事武器来做评估，吕舰长又怎么看？现在美以的弹药库越来越紧张，似乎是告急了。那也是为什么川普施压，希望更多国家加入嘛？韩国总统李在明已经说了，他无能为力。什么无能为力？也就是他境内的萨德跟爱国者已经部分的被拉到那个中东战场去了。那到底有这么需要这些装备呢？那因为我们现在都非常很难找到这一个有关于特拉维夫啊、耶路撒冷啊或者海法的这一些照片，但是想尽办法还是要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特拉维夫的照片啊，整个街景其实是非常残破的啊。那而且呢，处处失火。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办公大楼啊，因为这一些无人机或者是弹道飞弹打的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呢？因为就是刚刚有明老师特别提到的有关于叙事的部分。那这一个以色列要尽可能压迫，他们怎么压迫？他就是把路口监视器都拆了，然后他还把家户前面的防盗的这一些监视器，他也全部拆掉。那也就是因为他担心，因为现在这一些都是直接可以透过网络就可以看到内容的，所以大家都为了这样以色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不断的让大家知道说以色列现在的状况。但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国内的冲突的话，以色列现在各大城市都有抗议啊。那而且以色列的无论是他的警察或者他的政报部队，都向这些人民投掷这种闪光弹啊。那到底这些弹药缺到什么地步？我们看另外一种做法，也就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它对于石油的部分，它出不了这一个
霍姆兹海峡，可是它其实有东西油管，它可以从红海这边出来。那它可以从红海出来，当然阿联酋也是如此。那现在这也就是红海变成重中之重了。如何证明？我们来看一下啊、最新的这一个密商科技，也就是中国大陆因为这一场战争现在越来越红的这一个商用卫星，我们就看到，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个福特号它一直都在红海的北端？因为它就是在护航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北方的出口的这个港口。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他们派了迪利波里号去，迪利波里号呢要去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从现在最新的位置来看，它还在南海啊。从南海它跨过马六甲，它到印度洋，最少还有1个礼拜以上的时间。那所以这个是川普他其实这也是一种威慑，也就是我准备动用地面部队，可是未必真的会动用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从这种种的来看的话，其实美国的战局远远他打的这个恶劣的程度，远远超过当初川普的想象。那美国呢？美国会继续重蹈当初的波湾或伊拉克战争吗？委员又怎么看？或另外就是以色列会不会用核弹？战争有它自己的动力。有时候战争一启动，就不是你当事人那么轻松可以做决定的，因为它是一种战略博弈，双方你出招我出招，然后你出招未必我预料到，我出招也未必你预料得到，所以在这种战略博弈里面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你 AI 撒谎讲什么，你 BI 撒谎讲什么，最后都是一粒的 BI 啦。好，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就你现在美国想撤，你怎么撤？简单讲。你现在撤就是等于把荷姆斯海峡交给他伊朗去控制嘛，所以你美国整个战略整个几十年来的战略全部崩盘嘛。那跟伊拉克跟波斯湾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场战争。我不晓得这个英国智库怎么会把它混在一起啊？波斯湾战争是1990年产生的，什么意思？它是因为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所以美国去保卫科威特，那是有高度的正当性，而且整个战略规划了半年，规划半年的时候，战事非常的顺利，所以1年多就结束了。第二个，这个伊拉克战争是在2003年，几乎打了8年。为什么？他推翻海珊，问题是海珊推翻了以后，各种奇奇怪怪武力全跑出来了，包括伊斯兰国通通跑出来了。所以这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讲伤很大，而且他最早的是拿个洗衣粉，整天被嘲笑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没赢，至少那个战略目标推翻海珊，至少他这个可以交代了。但这一场美国打伊朗，我就讲过，一开始要推翻伊朗的神权政治，然后希望国防军可以来政变，但国防军不敢政变，或者你们联络国防军失败就跟那个普丁一开始攻打基辅一样的情形，但普丁能够赶快做战略转移，那结果川普没有战略转移的方案，因为他这个战略水平美国的战略水平白宫远输给克里姆林宫，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了针对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现在是副总统范斯要带头造反了，捅刀川普。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美军现在的最新伤亡数字，我们也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最新的数字，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他说目前是7名美军阵亡，另外140个人受伤，当中8个人伤势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会不会影响到期中选举，拉起了警报呢？共和党现在也在分裂切割，要自保。我们今天就这些政治议题一起来看看对于美国国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好，来看到的是，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影响的就是美国政治的分裂了。川普自己坦言的，他说他现在跟副总统范斯在伊朗这场战争上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的不同调了。因为范斯他主张的是，美国你不应该这么多的介入海外事务，应该减少对于海外的军事介入。美国不应该再让自己陷入在中东的战事的泥淖当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比较敏感的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最新的爆料，内部在白宫出现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范斯跟他的司法部长疑似透过公开
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来对抗川普，而川普知道之后，当然绝对是震怒了。他说，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被迫下台的话，他会摧毁范斯未来的总统之路。川普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也有具体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选在原本就不挺川普的海湖俱乐部的金主面前。我们来看到他来到了海湖俱乐部讨论2028年的总统接班的候选人。那么可以看到是当天晚上这一些的金主几乎是一面倒的。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卢比欧，远高于范斯的。现在其实共和党内面临非常大的期中选举的一个压力，又再加上范斯现在公开唱反调，难道范斯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铺路了吗？这一枪出来，接下来对于共和党还有期中选举的冲击又有多大？岳老师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报道哈，就是说那个 Halfway Post 当中这个消息当中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谈的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川普打这场战争呢，里面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话呢有意见，像 F-15这么好的战斗机，舍不得卖给我们的，居然被友邦科威特自己打掉3架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解释。你说打掉1架的话呢，以前 F-18大黄蜂掉下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友邦误击，那连续误击3次，那你就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问了所有的人得不出来，因为说句良心，我们不是军事记者，但是我们会了解到。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段时间的话呢，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那原来生部长叫邦迪也不见了，原来都是很捍卫。邦迪前一阵子的话，还是为了这个爱普斯坦案的话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大吵一架，吵得非常凶那但是呢，现在呢也好像都没有出现了。但这个消息讲呢，美国的共和党的内部出现这个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11月的时候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有很多人要选举，要选州长，要选众议员，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他怎么选对不对？大家据说就是说可能会掉他的位置那么这个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美国的川普总统第2任变成跛脚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每一件事情，他起码就会被遭遇到我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个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的确就这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呼应一下那个伊朗本身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一个民族嘛你在现在的话呢，你越打。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讲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痕迹让这个民族透过历史的解释会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是1寸山河1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朗朗上口？伊朗现在就是这个局面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的话，250年大家只急着发财，那怎么拼了？所以为什么长期来讲，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那只有川普敢。然后呢，伊朗本身来讲呢，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压制住伊朗的话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现在这2件事情在这个礼拜都爆发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是由他来定义的。那他自己讲说他要结束，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的结束方式就是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全部滚蛋。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嘛，持续的影响到美国自己内部共和党的政治分裂。那还有哪一些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持续的带我们看。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整体都烧起了民众的怒火，民调也显示了现在60%的美国人其实都是反对对伊朗动武的。而且呢，现在这几天可以看到，包括了在50多个城市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大城市当中包括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到芝加哥，民众都高喊停止战争，痛批川普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且这一股抗战的反战的风潮已经蔓延到欧洲了。伦敦街头数万人同样的是走上街头怒火，加拿大多伦多示威者则是在美国的领事馆外抗议。再来，欧洲的政府也跟美国保持距离。西班牙说不会成为这一场战争的帮凶，这是共和党最大的政治炸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人生、国家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人生的2个红线。第一个呢是道德，第2个是法律。可以看一下川普现在的行径行为，他有遵守任何的道德吗？他有任何法律的规范吗？完全没有啊！所有东西国际法他说了算，人家所有人用国际法束约他，他说、哦、我不认国际法，那个法都不算的。
反正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之下，除了很怕他，必须好像这个卑躬屈膝来听他话的人，请问会不会反感？因此，不管内外，都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浪，甚至一些中等以上的强国，过去都是白皮肤白种人，跟他这么友好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一到我们的对岸中国去这个不要说示好，带着这个经济财团这样子去做一些经济的互惠？就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径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当然，只要稍微有良心道德的美国人也好哈，或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良心人士，你会发现，就一定会集结人去反他的行为，甚至已经牵扯到了这个行为就是整个美国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很大。当然，从美国政治体来讲，当然川普的行为，当然他就是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峙，在共和党从一个政治素人已经拔擢出了变成总统，而且任了2任。分开的2次的一任，这个总统呢，如果他做得好，其实他的魄力能力其实是被大家肯定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很多道德和法律上的疯狂举动呢，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当然自己共和党的政治负担就非常之大。民主党当然这就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所以以川普来讲，不管在任何时候的反复无常的话语，或很非常自豪的话，只报人家之短永远讲自己之长，把自己的这种弱点藏起来的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出问题。各位，我先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我稍微研究过川普这个人，他在年轻30几岁的时候，他常看电视，很关心政治，他以前就想选总统，而且说他一定选得上。各位你要知道，他当时我爬出他最讨厌一个总统是尼克森，他觉得尼克森做得很烂而且被弹劾下台嘛。但是他最欣赏的总统就是雷根 Reagan。他40几岁的时候，你可以发觉雷根从1980年到1982年，他很多行径都在学雷根，包括你知道广场饭店他会买下来，是因为广场这个1985年9月20号跟这个美日英德法5个国家开了广场饭店协议之后，他在2年3年后把它买下来。你知道他去拜访雷根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光？连续去了好几次，你去稍后你就知道，他一直很多路线都跟雷根走，他很讨厌尼克森，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就叫《尼克森》，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被人家反对，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大家知道越战1955年到1975年20年，这之间尼克森1968年上任，他做了什么事？他上任以后，他做一个动作，说打太久，他消耗战太强了，我们没办法接，我要撤军。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偷偷做秘密行动。1968年说要撤军，是暗地就跟川普一样，表面说撤军，在1970年相反做了一个叫 linebacker 的行动，叫做后卫行动。你要干嘛呢？去扩大秘密轰炸柬埔寨、辽国。为什么？他这个因为北越南越的战争，他为了南越要去去封锁那个胡志明小道那个北越的地方，他就乱轰，就轰了以后，就像现在他打伊朗一样，召集群起激愤，你知道吗？愤怒，而且非常多的美国人在里面也是一样反抗，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美国人也是反抗只是当时呢还在校园，因为反这件事，反他的秘密行动扩大的。这个秘密去炸这个柬埔寨、辽国，而在校园开枪，还死了好多人。尼克森当年的事情呢，也因此呢，被非常多记者在挑衅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撤军，还去扩大去攻击柬埔寨、辽国的事情。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吗？你不觉得在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吗？你觉得他还能够撑多久？我真的是很怀疑啦。但是当然，他现在所有的政治内阁全是中心内阁。他原来把他自己封锁的死死的、好好的，对不对？这个防线的确很强。可是你知道，全部都怕他了。你知道这一次，我觉得最恶心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 如果是 AI， 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如果这是真的话我这样讲，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的。结果假设是真的你知道这个话绝对是假的嘛？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那个赫塞斯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各位去爬一下，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那个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胡乱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你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能再继续支持川普吗？就算你能力再，就算你再有钱，就算你再有 power， 就算你再要 MAGA 把America 要 make great，
人家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好，所以现在其实面临很快的今年的11月份期中选举，川普除了面临自己来自于人民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甚至是共和党内自己内部人士的压力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压力则是来自于全球会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这个能源市场的压力。因为荷姆兹海峡现在几乎瘫痪了嘛，国际油价狂飙。虽然美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是确实它有1/3都还是仰赖进口的，也代表是说这个国际油价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个川普的，那么也会让美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尤其是《纽约时报》最新也报道了说，这一场战事继续的下去，那么影响的就是通膨了，可能从2%今年升到4%，经济成长率从2.4%，今年预估会下挫到只剩下1.6%。川普还能打这一场不对称跟伊朗的这个战术吗？干哥怎么看？我要在历史上面留名，这些都可以被牺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自己本身是最大的产油国啊，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他把这个油路给封了，然后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了，那川普为什么要怕？好，我现在坦白跟各位讲，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身为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仍然需要靠1/3的油来进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生产的油大部分都是轻质原油，就是用在汽车，生产出来的是汽油。可是你要飞机用的油，或者是柴油、重车用的油，那叫重型原油，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进口，所以它自己出口1/3，它又进口1/3。然后呢，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战略储备油田在哪里？在路易斯安那跟德克萨斯州的地底下，在就是盐湖，它外表都就看起来就像盐沼一样哈，就是盐池一样。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容易储藏这样的那个石油，经久不会变质这样。那问题是，你知道美国这个最大油田可以储藏多少吗？它4座油库可以储藏4.15亿桶，平常。如果要打仗的话，共可以存7亿桶。这就是他们准备要打仗。现在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大概在4亿桶上下。那可能这样子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现在就讲好了 ，IEA 就是国际那个能源总署，它自己本身有32个会员国，那这32个会员国，美国除外哈，32个会员国加起来是多少？它有多少储备？12亿桶，美国的7亿桶就占了人家的1半有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它自己本身它是产油大国，但是它也很被动遭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它要进口也要出口，所以那个油价不是那个什么全国连锁加油站可以决定的，不是这样。那完全要看国际局势以及经济态势啊，跟国际现势，这些很多复杂的原因加起来，你才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为什么几天之内冲到100，它会再往上冲的。现在听说到113掉下来一点，可是它明天又会再涨上去。其实到$120一桶就已经是美国的一般中小企业的负担上限。大家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荷姆兹海峡如果没有早日开通的话，对于全球影响很大，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认为说，川普在这个地方，他总是到最后一定要听一下，拜托卢比欧跟你讲的，你要听一下嘛，对不对？的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你那时候 GDP 你就不能不管，就国民的感觉你就不能不管，因为那也牵涉到你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会使你的那个贸易额跟那个指数下降。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层老百姓占大多数来讲，对于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绝大的影响。这就是海湾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来所造成的结果。好，接下来我们关心，现在看起来川普是想要停战哦，但是又怕认输嘛。另外一方面，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川普想要
停战，但是以色列会不会拖他进入这场战争的泥淖当中呢？现在美国的网友很多人都已经上街示威的，希望能够停战，甚至发起了送川普的儿子上战场的这个各种的示威活动。那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共和党是要惨了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本来现在看到的是美以伊战争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呢？原因是因为川普接受了电视台的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这场战争打得非常的彻底，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尤其伊朗他没有海军，没有通讯能力，没有空军，我们美军的进度是远远的超前的。但是现在关键来了，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又说了，我们赢了很多，但是不够。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本周似乎还不会结束战争，现在看起来是不会结束战争的原因，跟纳坦雅胡有没有关系呢？因为现在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总理纳坦雅胡他想要打垮所有的敌人，其实不是只有伊朗而已，还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甚至是胡塞组织。所以说，并不是川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甚至川普之前就曾经说过，何时结束战争是他跟纳坦雅胡双方共同的决定。好，不过呢，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了川普讲了这么多话，也出来呛瞎。他说呢，未来决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美军结束的，是由我们来决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伊朗的总统也说，要求德黑兰无条件的投降，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再来看到伊朗的外交部说，只有在确信未来不会再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结束战争。川普对于要不要停战说法，其实看起来还是反反复复的。重点是不是又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牵着鼻子走呢？他可以，他也敢对纳坦雅胡说不吗？大使怎么看？所以他的那个魏科夫啊，还有他女婿啊，都已经要到以色列去啊。会不会一下飞机就先标三字经？不知道，对，因为事实上以色列不讲武德，对不对？打这个伊朗的油库，这个应该是他们事先约好的，不要去动油库。以色列单方面啊，自作主张去打，所以才会美国的官员气急败坏啊。你破我布局啊，我不想把这个事情蔓延到这个石油方面这一部分，你不要去碰它。结果以色列照打，所以以色列方面传出来啊，美国国防部官员一打来就开口就三字经了，对，所以呢，川普当然是很火大了。那而且川普才不是受以色列节制，川普是听华尔街的啊。华尔街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做，对，那他才能。川普又喜欢打电话，我告诉你，打电话是最笨的，你会被受到人家立刻给你一个压力。你喜欢打电话给欧洲各国领袖是吧？欧洲、欧盟10个国家的总理打电话找你，就说这件事情不要玩过，你玩过你去搞石油啊，我告诉你，我们本来就不太支持你搞石油，我们就反对了。就是这样直接讲啊。虽然你要天天跟人家打电话，最好人家大人物都不轻易接电话，就怕你话一丢你就走了，对不对？警告人家就是你喜欢接电话，人家就好警告你嘛。所以川普给自己很大压力，所以他立刻他就出来说，战争很快会结束，对不对？人家记者第一个问题说，你说很快会结束，你前2天你这些战争部长还说他要打4周了，对不对？那现在很快是多快？那川普也不敢说很快。我们就看他明天早上他怎么说，对，看他怎么说。这个事情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你要真的这样玩的话，内塔尼亚胡川普绝对跟他翻脸，绝对跟他翻脸。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先把内塔尼亚胡稳住。内塔尼亚胡如果是要自己干的话，那美国很简单啊，我本来还帮你防守你的上空呢，那就你自己看吧。美国对乌克兰不是这样吗？你不听话，我就撤走对你的军事支持啊，武器也不给你了。以色列嚣张这么多年，就是靠美国啊。对，搞到最后他认为是什么？他认为是美国靠他，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尾巴咬狗的事情少干，是尾巴就不要去咬狗。那时候小布希公开讲说，我美国人要不要打仗，美国决定。你要把它拖下水，没有那么简单啦。是，所以现在的状况就变成你一碰到油，这个事情就这难搞了，对不对？你看伊朗这么小心，我封锁荷姆斯海峡只打了1艘美国的油轮呐，
对不对？也没有把它打沉啊，打伤一下，大家都点到为止。你要玩真的时候，就是玉石俱焚了。而且你美国也会被烧得很惨。那所以川普现在真的紧张了。我觉得对他来讲，他要收这场战争的话，伊朗已经说了，你要保证未来不对我攻击。这都是谈的，这都是可能的条件之一啊。那就川普来讲的话，川普跟中国大陆干到最后说我们现在进入休兵，到最后一样对伊朗说我们休兵1年，我休兵2年，对不对？川普会这样做的。川普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商人啊，非常灵活的。那只要对他不利的时候啊，那会让他付出真正的重大代价的时候，他马上就转了。这场战争啊，我认为说停就停了。好，所以川普不太会受这个纳坦雅胡的摆布。这件事情的起源就是因为以色列去炸了伊朗的30座的油库，所以美国非常的愤怒，就骂了这个国骂。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美国希望扶植在伊朗这边的亲美政权有这么的容易吗？尤其现在经过了这一场这么激烈的战争之后，民众还接受美国吗？干哥有怎么看？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嘛，这也是你川普做不到的地方。理想总是很美好。你想要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谈何容易？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条件嘛。这个国家是只是你美帝没有办法渗透的一个，它不像伊拉克它也不像约旦这伊朗好，我们直接讲，它就是铁板一块。你非当地人或者是就是说了解当地的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近那个权力的核心，所以。老实讲一句，美国这样做，坦白讲只会引起反感，而且他引起最大反感，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他这一次动手没有告诉任何盟邦。我在2月28号那天要动手，讲个小故事。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现任的他那时候人在哪里？人在杜拜，就飞弹打过来了。他说怎么回事？原来他就在饭店里面，虽然没有，你知道那个他处在的饭店，我们就不讲哪一间了。但是朱美拉棕榈岛，你知道吧？那是新月型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全世界的骄傲。你看，我填海造陆造出一个棕榈岛饭店，那里有3家饭店，他在哪一家我们就不讲了。真的，那个飞弹不是飞弹，那个无人机就打到了他的饭店的外面，他吓一跳，他说：“身为国防部长，我不知道我的盟邦美国干了这个蠢事，然后你要干可以啊，你跟我讲一声嘛。”我赶快回去嘛，结果没有。他同时也是在这个受惊的这批旅客的名单当中，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真人真事，所以你就晓得说，你根本没有通知照会我们这些盟邦，你就动手了。回想起1991年跟2003年2次入侵伊拉克，都是盟国都是美国你是大哥，跟你一起跑，我们坦克运过去，我们战舰过去。你看，这次你出兵那个伊朗，没人跟你啊，只有以色列而已啊。而且老实讲一句，你要看以色列的脸色，那其他国家怎么会同意呢？法国第一个就不同意，瑞士也讲了，这犯了战争罪嘛，这违反国际法嘛。其实有更多，英国不敢讲，为什么？英国永远不敢讲，他心里这样想，他不能讲啊。法国敢讲，其他很多欧盟的国家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师出有名的，是正义的。然后伊朗虽然可恨，但是你应该要用外交手段来解决。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就是中美这个川习会要展开了。王毅外长讲得很实在，就是说你不能就这样跑出去打人家嘛。那你打人家，你要的结果是什么？你得到了你的结果吗？好像没有。然后以色列又炸了30个伊朗的那个储油库，美国就觉得说奇怪。那个是民生用油，你不能炸油库啦。然后内塔尼亚胡根本不理你，我要干嘛就干嘛。这些油库有可能转为军事用途，我把它炸了再说。问题是老百姓也受其害。内塔尼亚胡是不管你的啊，川普只能够认了。那川普认久了以后，我跟你讲，就会更被欧盟所讨厌。为什么？只要到了刚刚大使说，现在一统113，已经快要到129了，超过129了，我就跟你讲。那就完蛋了，那就代表说什么？世界的经济就会被瘫痪了。所以，川普你还是要算盘还是要打一下，可以这样做吗？我觉得真的不值得。
好，针对于这场战争，不只是看到美国的盟友对美国表达不满之外，现在呢，美国自己内部也重新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开战之后，大家对于川普他去打这场战争，还有处理伊朗的方式做的民调，都是超过50%的民众表示非常的不认同的。那么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权威的赌盘预测机构 Polymarket 的最新统计，他们认为民主党获胜的几率高达了85%。我们现在也看到，在美国各地现在出现了非常的多的反战示威哦，其中一场示威是有上千人的一场示威，他们就高举牌子说送川普的儿子拜伦上战场的一个联署哦。那现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哦，是网友特别制作出来，就是他的儿子上战场的各种的照片，他们把它拼接成一个海报。那上次哥又怎么看这个？对于期中选举会有很大的影响吗？如果照这样下去，川普的其中选举共和党的部分真的不妙。那这些东西都是环境记者的创意。但我们通常来讲去观察，现在美国媒体基本上也都是每一个月甚至每2个礼拜就做一次川普的主要的民调。那这次特别对于这次美伊战争来讲，超过67%的民众认为，就都超过60%啦，就认为油价会持续上涨，或认为这场仗还会继续打下去。那么，但是支持打这场仗的美国民众对川普只有不到30%，29%而已。所以最后我觉得一切的东西，真是国际上油价，当然这些东西都闹纷纷，影响很大。可拉回到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子的其中选举来说，最后都还是跟人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所以在现在这波民调当中，人们在意的其实并不是这场美伊战争，是在意的是美伊战争跟油价带来的通膨的影响。比如说，在最新的这个月刚刚过去的统计，美国的失业率基本上又上升了4.4%哦。所以这种失业部分的波动虽然都是有的，可是一旦有能源的危机产生了更多的影响，会不会更严重呢？以及我们在里头看到的部分是，这些虽然都是一个论辩，政治的论辩，但地方的这些其中选举还要拉回到地方上的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一些大家互相的搏斗。目前统计起来，对于共和党或对于川普长期的整体的不满，并没有让民主党大家觉得就来你民主党。可是呢，在某方面以德州这个民主党大本营为例，你会发现主要还是他的移民跟边境政策，有大量的拉丁美洲人流到民主党，好像这次会压制在德州方面的这个共和党参选人哦。所以就是说，真正在其中选举里头，跟台湾一样，很多 local。地方上真正这个人比来比去的东西，大环境的因素会有影响，但那些因素往往都还是民生议题，通膨或者是失业的这些，不见得延伸到这个国际局势啦。但目前整体来说，看起来，我想赌盘已经告诉大家了，目前这个情势，而且以美国过去来讲，其中选举大概8月以后就已经是非常非常血腥，在那个地方争斗了哈。所以坦白讲，这个。川普最后要拿出一些对他的利多，好像没几个月哦。那川协会能不能拿到一点点？其实有首歌叫做《我该拿什么东西来爱你》。对于美国来讲，我该拿什么东西来投你？川普跟共和党可能接下来只剩几个月时间而已。